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变频空调器的工作过程。这是变频空调器的制冷工作原理图。在图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空调器的室内机部分，这边是空调器的室外机部分。当空调器工作的时候，电源为室内机和室外机的控制电路供电，微处理器复位处于等待状态，由室内机的管温传感器和室温传感器检测当前室内温度。当我们通过遥控器向空调器室内机发出工作指令之后，室内机的控制电路会接收到制冷指令信号，也就是发送的遥控信号，并根据收到的室内温度自行调整制冷量的要求，向室内风扇电机，我们看，向室内风扇电机、导风板电机以及室外的控制电路传输控制信号。室外机控制电路中的微处理器接收到室内机传输的制冷指令信号后，向变频电路传输频率较高的驱动信号，送入变频驱动电路中。变频电路内部的功率模块对驱动信号进行功率放大，并驱动变频压缩机工作。变频压缩机运转后，制冷剂在压缩机中被压缩，将原本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气体压缩成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后，由压缩机排气管排出。压缩机排出的制冷剂经四通阀换向后，我们看这里，压缩机压缩的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经过四通阀换向，制冷剂流入室外机的冷凝器。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在冷凝器中进行冷却，通过风扇的冷却散热作用，过热的制冷剂就会由气态变为液态，液态的制冷剂再经过这里，经过干燥过滤器以及毛细管的节流降压，将低温低压的制冷剂液体由液体管，也就是在空调器室外机上看到的那根细管，送入空调器的室内机。制冷剂液体在室内机的蒸发器中吸热气化，周围的空气温度下降，冷风即被灌流风扇吹入室内。气化后的制冷剂气体再经气体管，也就是相对较粗的那根管子，送回室外机，再经四通阀使气态制冷剂经存储器吸回到变频压缩机中，再次被
压缩成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维持制冷的循环。当变频空调器工作一定时间后，室温接近设定的温度时，室内机控制电路为室外机控制电路传输减小压缩机转速的运转指令信号。此时，室外机控制电路将降低输出的信号频率，从而使压缩机的转速降低。变频压缩机保持低速运转，使室内温度维持在设定值，只有缓慢的变化。这就是整个变频空调器制冷的工作过程。当变频空调器执行制热工作时，我们看室内机控制电路接收到制热控制指令，变频压缩机工作，这里四通阀换向，变频压缩机压缩的高温高压过热蒸汽经四通阀直接送入空调器室内的蒸发器。此时，变频空调器室内的蒸发器就起冷凝的作用。高温高压的过热蒸汽在室内蒸发器中进行冷却，由风扇将热量吹入室内，实现制热的工作。然后过热的蒸汽经室内蒸发器后变为液态，液态的制冷剂再经过干燥过滤器和毛细管送入室外机的冷凝器。此时，室外机的冷凝器就是起蒸发器的作用。制冷剂液体在室外机的冷凝器中吸热气化，气化后的制冷剂气体再经四通阀送入压缩机的存储器，然后再经变频压缩机，如此往复，实现制热的工作过程。下面我们以典型分体壁挂式变频空调器为例，介绍一下空调器的结构组成。这是空调器的室外机，这是室内机。在室内机的底部，这里，这是变频空调器的名牌标识，它标记了变频器的型号以及相关参数。在室内机的中央位置，这是显示面板，这个黑色的是遥控接收器。好，接下来我们具体看一下室内机的结构组成。将室内机搬起，在室内机的顶部，这里这是进风口处，我们看空气由这里进入。下方这是出风口处，这是进气扇板，将扇板掀起，
里面是空气过滤网，它安装在进气扇板与蒸发器之间，主要起清洁和滤尘的作用。我们看左右各有一块空气过滤网，我们将进气扇板卸下，然后将空气过滤网取出。空气过滤网可以有效地阻止灰尘和污物的进入。我们看，空气过滤网如果粘连的灰尘或污物过多，就会造成空调器性能的下降，严重时还会造成空调器运转不正常。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拆卸空调器室内机的外壳。在导风板处这里和另外一侧有固定螺钉，用螺丝刀将固定螺钉拧下。固定螺钉拧下后要妥善放置好。接下来拆卸另外一侧的固定螺钉。导风板处的固定螺钉拆卸完毕，通常空调器的外盖还不能卸下，在空调器室内机的顶部还会有按扣装置。我们将空调器调转过来看一下，看在空调器顶部这里中央的位置还有另外一侧分别有3个卡扣将外壳锁紧，因此我们需要将卡扣从卡槽中掰出。对，小心将按扣掰开，这样就可以将空调器室内机的外壳卸下了。外壳卸下后，需要注意的是，在室内机中还有一些缓冲部件起到减震的作用，在拆卸时要把它妥善保管好。下面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空调器室内机的结构组成。这是蒸发器，它是空调器室内机中非常重要的热交换部件。在蒸发器的表面，这是室温传感器的感应头，它安装在进风口的前侧，用于检测房间内的温度。管温传感器的感应头通常安装在蒸发器的管路里，由一个卡子固定在铜管中。我们看，这就是管温传感器的感应头。为了良好的感应温度，感应头处都涂有导热硅脂。我们看，这就是管温传感器的实物外形。正常工作时，它就插在蒸发器的管道中，用于检测蒸发器管道内的温度。插回原位。我们看，这是空调器室内机的接线盒，在接线盒上，各接线柱都用文字、图案和颜色进行了标识。空调器室内机、室外机以及控制电路的供电都是通过接线盒来提供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在蒸发器的下方
这里也就是靠近导风板的位置，这是显示面板。这个黑色的装置就是遥控接收器，这里有显示指示灯，显示空调器的工作状态。我们将空调器转过来，在显示面板的下方是导风板。导风板主要是由垂直导风板和水平导风板组成。位于外侧的这是垂直导风板，水平导风板位于出风口的内侧，这是水平导风板。导风板用以控制空调器室内机出风的方向和角度。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空调器室内机的电路部分。空调器室内机的电路板位于蒸发器的侧面，也就是接线盒的上方。在电路板上有保护护盖，它由固定螺丝固定，用螺丝刀将固定螺钉卸下。固定螺钉卸下后，就可以拿掉保护护盖。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空调器室内机的电路板和接线盒。看，这里有一根较粗的线缆，这根线缆通过接线盒直接穿过空调器室内机，与空调器室外机的接线盒相连。我们看线缆的另一端同样有4根引线连接到室外机的接线盒上。下面我们将接线盒旁边的固定螺钉卸下，用螺丝刀将固定螺钉拧下。注意，卸下的固定螺钉要妥善放置好。继续拆卸另一侧的固定螺钉。固定螺钉卸下后，接线盒就可以与室内机分离。下面我们开始拆卸接线盒的引线。这是地线，我们将地线接线柱上的螺钉拧下，就可以将地线与接线盒分开。分开后，我们要将固定螺钉拧回到接线柱上，以免固定螺钉丢失。继续拆卸其他连接引线。这是与室外机连接的线缆，将固定螺钉松开，即可将线缆的接头拔出。这是电源的地线。拆卸时，我们可以注意到，地线是套接在接线柱上，而其他的引线都是采用插接的方式，因此地线必须将固定螺钉全部拧下后，方可将地线的